这个男人加个油的功夫，发现妻子丽莎凭空消失了。男人仔细观察，发现妻子的行李还在车上，不可能就这样一走了之的。男人名叫威尔，原来他和丽莎的婚姻亮红灯了。威尔因为忙于工作冷落了丽莎，丽莎感情得不到慰藉，于是有了外遇。威尔这次是送丽莎回娘家，给两人一段冷静期。威尔在加油站附近找了许久，依旧没有丽莎的身影，且电话也打不通。威尔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。威尔能顺利找到妻子吗？今天要聊的电影是犯罪动作片《追踪》。威尔四处找不到妻子丽莎，于是他打电话报警。很快，警察老黑赶到了现场。老黑找加油站老板调取监控录像，但老板则说监控坏了。老黑只好带着丽莎一些东西回警局调查。威尔则留在现场焦急地等待着。突然间，他发现加油站外面的监控正闪着红光，这意味着监控是正常运转的。那加油站老板为何说谎呢？威尔二话不说就找老板对峙，老板并不愿意说出实情，并催赶着威尔。威尔见状二话不说，请老板吃下几个拳头。老板这才松口，指出录像带所在位置。威尔拿着录像带飞快地跑到警局，他将监控交给老黑。通过监控显示，丽莎下车买水时遇到一个男人，两人交谈一番，丽莎就上了那个男人的黑车。显然丽莎遇到了熟人，而此时一辆大货车前来挡住了镜头。等大货车开走时，丽莎连同那辆黑车一起消失不见了。威尔拍下男人的侧脸画面，随后便与警察老黑一起做笔录。面对老黑的询问，威尔说出了他们的婚姻状况。而老黑又根据他的调查发现，近期威尔给丽莎买过巨额保险，加上两人感情不和，丽莎还给威尔戴绿帽。由此老黑推断，威尔是不是在报复妻子设下的圈套。威尔听到老黑这番话，气得直跳脚，当场就离开了警局。他来到丈母娘家，并给他们看了带走丽莎陌生男的照片。没想到老两口果真认识，陌生男是丽莎的同学，有时会在他们家打零工，所以陌生男对他们家的情况非常了解。这时丈母娘表示，近期还在这附近见过这辆车。威尔根据丈母娘给的线索，很快导航到达废弃的修理厂。威尔透过窗户看到里面有一个男人，这估计就是那个陌生男。威尔随手捡起一根钢管，看样子接下来又有一场硬仗要打。威尔破门而入，一下就制服了陌生男。但陌生男也不是吃素的，死活不开口。两人扭打了一番，陌生男还试图想去拿抽屉里的枪，还好威尔反应敏捷，一下就将其踢翻。恼羞成怒的威尔一下就给陌生男几棍子，打得对方满嘴都是血。这下陌生男老实了，开口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将丽莎骗上车后，就将其卖给了当地一个面粉商，想从富得流油的威尔身上敲点穴。威尔气得将陌生男绑起来，像对待死猪一样拖到后备箱，然后回到陌生男的住所，拿了刚才那把枪。威尔从陌生男这里得到面粉商的窝点后，驾着车奔逸绝尘，但由于超速，很快就被交警拦下了去路。交警看着满身污泥、神色慌张的威尔，一看就不简单。当交警提出要检查车里的物品时，威尔知道纸包不住火，弃车而逃。就算警察鸣枪威胁，也不再怕的。威尔朝着森林里一路狂奔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。威尔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帅气的摩托车，他好奇地上前查看。此时在路边方便玩的车主人回来了，他看威尔鬼鬼祟祟的，对着威尔呵斥了几句。威尔认真观察了眼前这个男人，他发现车主人手拿对讲机，腰间配枪，一看就像是把哨的，于是谎称是来找面粉商买货的。因为车子不幸在几英里外抛锚了，所以只好步行穿过树林，导致来晚了。车主人也是见过世面的，不可能被威尔三方两语糊弄过去。车主人显然不相信他，拿起呼机向老大确认。威尔警惕地将手放在腰间的手枪上，所幸因为信号太差，车主人并没有收到回信。威尔找准时机对车主人呵斥，表示如果因为他错过交易时间，他就吃不了兜着走。就这样，威尔蒙混过关溜了进去。很快威尔来到面粉制作窝点，这里虽小但五脏俱全。威尔找了一个地方小心翼翼观察着。另一边，警察老黑正在丽莎家里做笔录，收到交警打来电话，他得知威尔绑架陌生男的事情。很快他赶到了现场，老黑询问陌生男情况。一开始陌生男答非所问，老黑这个暴脾气一下就对陌生男不客气，吃软怕硬的陌生男一下泄气，对老黑全盘托出。此时威尔正在不断地靠近制粉工厂的核心，他靠着一辆废旧汽车
查看前方的情况，突然发现救济车冒出一个人，威尔先发制人，按住对方的枪，哐当几拳将人打晕。这时，威尔又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他就是加油站的老板。威尔迅速进入面粉工厂，凭借他遇神杀神遇鬼杀鬼的超能力，很快就把几个人打倒在地。他找了其中一个人逼问丽莎的下落，很显然，这个男人一无所知。打到最后，虾兵蟹将都被威尔 KO 了。期间，他还不小心打翻了易燃液体，火势正在工厂里蔓延。但救其心切的威尔根本没注意到，这下面粉团伙只剩下头了，就是那个加油站的老板。两人一番激战下，面粉老大受伤，显然他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表示自己知道丽莎的下落，逼迫威尔必须放下武器。救其心切的威尔放下了手上的枪，结果面粉老板又趁机敲诈，想要巨额赎金，还拿出了丽莎的手机作为证据。两人就先交人还是先交钱展开激烈的争吵，还没吵出个结果来，没想到面粉老板身后的工厂爆炸了，看样子是威尔打翻的易燃物体导致的。面粉老板被炸得尸骨无存，这下丽莎的线索又断掉了。另一边，老黑灵魂拷问陌生男也得知了真相。丽莎被那帮傻 S 带到了面粉厂，没想到威尔中途抢了加油站的录像带，他们怕面粉厂东窗事发，于是想将丽莎撕票活埋。老黑等警察赶到了现场，来到陌生男所说的位置，发现坑里空无一人。而威尔在四处寻找时，听到旁边的小屋有动静，他焦急地打开房门，里面关着的正是被五花大绑的丽莎。丽莎在他怀里无助地痛哭。威尔抱起妻子离开了现场。因为威尔端掉面粉窝点，警方就没有追究威尔的过错，帮威尔掩盖了枪杀的事情，把伤亡全部归在了那场爆炸上。威尔因祸得福，挽救了他摇摇欲坠的婚姻。一句话概括，追踪讲的就是一个给丈夫戴了绿帽的女人，在加油站被同学绑架，卖到了山林里的毒教，痴情的房地产商丈夫，在被当地无能警察的怀疑和追捕下，火拼毒枭炸毒教成功救回女人，然后夫妻双双牵手把家还。厉害的是，房地产商在普通白领朝9晚6的上班时间，干了件比卖出一栋楼还牛逼的壮举。这可能是我最近几年看过最玄幻离谱的惊悚动作片了，你觉得呢？